烧死他！烧死他！我不是大年三十守着秀才加班绣骨节，怎么就穿越了？还是天风开局！此女隔空现世，擅闯我云栖圣寨，身带邪祟，一寨归，理应火祭谢罪，以慰山神。放开我！我不是养女儿！来人，来救救我！烧死他！慢着！寨主无忧。此女身带四月灵韵，绝非邪祟。今日不许任何人上堂，若有祸事，我朔风一人承担。寨主，此人可是灾星，你怎么能护着他？这颜值，这气场，这才是我该拿的剧本啊！你好，我叫江龙山，你呢？你好，我叫朔风，是云栖寨的寨主。我们云栖寨历寨1000年，实行的是四月制，与寨主制双轨。前任四月仙逝之后，四月的位置一直都是空的。大祭司他比较传统，所以怕你是外人，会坏了我们寨中祖运，所以才会对你有敌意，你见谅。哎呀，懂了懂了。不过这以后有寨主你护着我就有人罩着啦，哈，真好。那边是？走，我带你去看看。好。你先在此好好休息，等我忙完，明天带你在寨子里好好转一转。有事随时让侍女传信。谢谢寨主。奶奶，你不是已经不在了吗？大惊小怪，告诉你丫头，我如今是江家历代司月的执念与灵力凝聚的守护灵，感应到你穿越到异世界，特地来帮你。奶奶，那你快带我回去啊！江家祖训有云，要在这云栖寨集齐贪、嗔、痴3枚执念碎片，以云灵绣心之力绣成云灵锦绣衣，就可以引动时空之力，得到庞大之力。到时候别说回归现实，就是穿越时空也不是难事儿啊！啊，这么厉害啊！这哪是穿越啊，这简直是拿了一个拯救世界的剧本啊！寨主无忧，寨主无忧。免礼，江姑娘是江家云锦传承人，今日带她来熟悉寨中技法。你去给她安排一架绣架，事后她便在此练习。是，寨主，奴婢这就安排。这就是寨主从火星场上救下的外乡人，看着年纪轻轻，会绣云锦吗？寨主怕是看走眼了吧？哪有这么年轻的云锦传人？寨主，绣架搬来了。试试。好。好歹我是设计专业硕士学文，接下来 It's my show time。谁准你们动我的绣架？帝月，龙沙不过是件绣架一用，你何必如此咄咄逼人？我们云栖镇绣坊的绣架，岂容外人随意触碰？尤其是像他这样的不明来历的外来人，若是污染了圣绣的丝线，谁担得起责任？我作为代理司月，就要负责绣坊的一切。江姑娘是云锦传人，是不会污了圣线的。哦，是吗？好，
限你1个时辰之内把这幅云溪秀秀完。若你秀不好，那就说明你是个招摇撞骗的外乡人，趁早滚出云溪寨。蝶云，这是寨中最难的云气丸，残破成这样，1个时辰根本修不好。他呀，是故意刁难人。不敢接，那你就跪下给我道歉，再滚出云溪寨。哼，谁说我不敢接？好啊，让我看看你有什么真本事。哇塞，真的假的？哦，这真的秀成了，这也太厉害了吧！你们先下去吧。哎，寨主无寨忧，主无忧。好秀艺，不愧是江家传人。至于蝶云，你身为代理司乐，不思潜心修炼秀艺，反而在此处处刁难他人，有失司乐的身份。今日之事我不再追究，若有下次，便废了代理司乐的身份。寨主，刚刚那个白蝶云……哦，我们自小一起长大，是旁人眼中的青梅竹马。哦，我一直都把她当作是我的妹妹，是我太过于放纵她，导致她过于依赖我，容不得我对旁人好，所以……啊，这样啊，那不过就是一个恋爱脑罢了。但是有如此美色在旁边，我也会沉迷其中的，可以理解。抱歉啊，是我连累了你。嗨，没事的。龙沙，我知道你来云栖寨有自己想做的事情，我不能多说什么，但我承诺，只要我朔风在云栖寨1日，便护你1日，直到你完成你自己想做的事情。谢了朔风寨主，不过你放心吧，我可不是软柿子啊。之后不管遇到什么麻烦，我都能扛得住，绝对不会给你添乱的。大祭司，那江陇沙今早在绣坊与代理司乐发生冲突，属下发现他指尖凝出了银丝绣线，看着像是觉醒了什么灵力。银丝绣线，难道她真是前任司乐灵犀的女儿？给我继续盯紧了她，她的一举一动，包括练习绣线时的细节，都要一一向我汇报。记住，不要打草惊蛇。属下遵命。灵犀啊灵犀，看来一切都是命中注定。这骨骼绣卷的秘密，迟早要被我解开。哎呀，又没成，这玲玲也太不听话了吧！丫头，别急，你这才刚觉醒，灵力本来就低微，凝聚不稳是常事。等练得多了，便能引动绣线，感知执念，慢慢就变强了。哎呦，但是丫头，你能饶了我吗？现在都半夜3更了，我是老人家，不能熬夜呀。那就通宵，我一定要尽快熟练地掌握云灵绣心的力量。
出什么事了？你醒醒啊！是我呀，你看看我呀，我是娘啊！你看看，救救我，阿木！好重的负面执念，还有一股阴冷的邪气，这根本不是简单的失心疯。你都往后退，都离远点。我来牵着他。快！阿木，我的阿木！阿木啊！阿兰婶，阿木像中了邪一样，眼睛红得吓人，真可怕。我看像是山神怪罪了，是不是咱们寨里做了什么错的事情？丫头啊，你做得好，刚觉醒灵力就敢出手护人，这份心啊，难能可贵。只是邪气缠心，不是单靠蛮力能解的，灵力强了，才能真正护住你想护的人。寨主、大祭司，求求你们找到阿木，救救他！放心，我一定会尽我的全力。寨民们也不用过多担心，此事必是邪祟作祟。待我开坛做法，驱散邪祟，定保寨中平安。还是说的放心啊！我先去做准备。大祭司有。阿兰婶，能跟我们讲讲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吗？阿木身患重病，快3个月了，浑身疼，吃不下也睡不着。我试遍了寨里的草药，找了所有懂医术的人，都没有用。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弱，眼看着就要撑不下去了。我走投无路，天天在家抄经念佛。我不信阿木天命该绝呀，他还那么小。我当时心都死了，我坐在村口外面哭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个蒙着面的黑衣人出现了，他只露出一双眼睛，冷冰冰的。那黑衣人对你说了什么？他说他能换阿木生机，让阿木活着不再受病痛的苦。我想都没想，就问他要付出什么代价。他说要我永恒的执念，就是那种让阿木活着的执念。我只想让阿木活着，无论做什么我都愿意。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，但是没有想到阿木醒来以后是这副样子，他六亲不认，还想杀我。是他开始行动了。阿兰婶，放心，我和江姑娘会一起想办法帮你找到阿木的。啊，我啊，谢谢寨主，谢谢江姑娘，谢谢，祝无忧。奶奶，阿木身上的邪气到底是什么呀？到底怎么才能救他？阿木身上的邪气啊，并不是天生就有的，而是靠着阿兰的执念才得以依附在他身上。阿兰的执念越深，邪气就越重，这阿木啊就越疯癫。可那要怎么解啊？解邪祟必先解其念，只有让阿兰真正放下必须让阿木活着的执念，断了邪气的依靠，才能彻底化解这场危机。邪气没了执念的支撑，自然会消散。可是阿兰婶就这么一个儿子，阿木病重，
阿兰神怎么可能放弃想让阿木活着的执念呢？而且现在阿木又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，看着阿兰神痛成那样，我真的好难受啊。亲情是最深的牵绊，也是最软的软肋。阿兰的执念源于母爱，这解铃还须系铃人，只要用亲情引导，他总会想明白的。至于阿木，他虽然被邪气控制，但骨子里的本能还在。阿兰的声音，他熟悉的东西，都会引他出来。我知道了，奶奶。哎，记住啊，不要硬来，只能靠阿兰自己放下执念，旁人是帮不上忙。我明白的，谢谢奶奶。月儿弯弯，照进窗廊，阿木乖乖进入梦乡。我让阿兰婶准备了阿木小时候爱吃爱玩的东西，希望这样能把他引回来。啊，来了！阿木，过来，娘给你买了最爱吃的冰糖葫芦。动手！阿木，阿木，我的儿，你醒醒啊！娘在这儿，你醒醒啊！我感觉到那股邪气还在他体内乱窜，阿兰婶的执念没松，那邪气就散不了。哎，再等等。阿兰婶心里清楚，阿木身上的痛苦只是一时放不下，但是他会放下的。嗯。阿兰婶，你也没吃没睡了，先喝点粥吧。你要是倒下了，谁来等阿木醒过来？我吃不下，我就想在这守着，等阿木醒过来。没事。嗯。阿兰婶，其实你想想阿木病重的这几个月来，他天天承受着病痛的痛苦，连一口安稳饭都吃不下，甚至连一次安稳觉都睡不好。他活着，其实比死了更……那么年轻，寨主。淑凤，阿兰婶还是放不下，再这样下去，就算是阿木醒过来，还是会被邪气控制，根本解不了。母爱本就深沉，哪能说放下就放下？我们就再等一天，说还是不行的话，我们就另再想办法。就怕这硬来，会伤了阿兰，又伤了阿木啊！唉，希望阿兰婶早点想清楚，再这样下去，苦都是自己的，也是阿木的。你醒醒啊！你别吓娘！阿兰婶，别碰他！不允许你们伤害他！
来婶，阿来婶，我从小就是个孤儿，在儿童村长大，也不记得父母的样子。从小我就经常缠着村长问，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都有父母头，就我没有，为此还哭了无数次。我总觉得没有父母就是最不幸的事，可直到后来我才明白，与其执着于不属于自己的东西，还不如珍惜当下，好好活着。阿兰婶，你不想让阿木死，就是舍不得失去他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像他这样活着，对他来说就是一种煎熬。娘，你走，你不必再痛苦了，娘会记着你，一辈子都记着你。月儿高光，照进双牢，阿木乖乖，进入梦乡。潘是放不下的牵挂，这是炭制碎片。丫头，收集到第一枚，你的力量又强了一分。阿木，一路走好，娘会好好的。江姑娘无忧，听说你救了阿兰婶，还化解了阿木身上的邪祟，真是太厉害了！之前错怪你了，江姑娘，你别往心里去。你不是灾星，你是我们寨子的贵人。大家不必客气，我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。阿木的事，也是阿兰婶自己想清楚了，才化解了危机。阿木的事已了，大家就都各自回去，干自己该做的事情吧。寨中会妥善安排阿木的后事。至于阿兰婶那边，寨中也会安排。都散了吧。寨主无忧，寨主无忧。江龙沙不仅化解了阿木身上的邪气，能力还变强了。我看用不了多久，他就会取代你的四月之位，甚至夺得朔风的倾心。她一个妖女，凭什么？四月之位是我的，朔风也是我的。江龙沙，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的。我绝不允许你抢走属于我的一切。练了一上午了，歇会儿吧。我不赖，我感觉我现在的感应能力比之前清晰多了。这碎片的力量果然好用，我觉得我现在强的可怕。喝。好吧，谢了。多谢寨主，要不你带我去绣坊看古法绣架，我还摸不清咱们寨里的绣法门道呢。这云锦是我们云溪寨传承100年的手艺，可惜除了前任4月，再没有人能够参透古法。幸好如今有你，这门手艺得到了传承，往后寨里的绣坊，你随时都可以去。
寨主，江姑娘，不好了，绣坊出事了。这怎么回事啊？怎么晕倒了？怎么了？人死了？不可能吧！寨主到！快看，寨主来了，快！寨主有忧。坊中的阴冷邪气啊，和阿木身上的一模一样。没救了！怎么回事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万一下一个是我怎么办？怎么会这样？一定是邪祟作祟！太吓人了，这也。前段时间阿木身上的邪祟根本没有除干净，如今蔓延开来，只会害更多的人丧命。对，就是。说的有道理。而有的人灵力本就怪异，自他来寨子之后，怪事接连发生，而且都在眉心处有标记。难不成是他的灵力引来了更多的邪祟？对，就是。说的是啊，他来之前，寨里从没出过这种事。该不会真的是他带来的邪祟吧？对，就是他，安静！此事还尚未查清，不可胡乱揣测，更不可随意牵扯江姑娘。谁要是再敢妄言，也寨规论处。子莲，在。马上封锁绣坊，禁止任何人随意出入，保护好现场。是，所有人立刻散开。无忧。走吧。龙沙，我知道这不是你，相信我，我会彻查，直到找出秀女猝死的真相。朔风，快来看这丝线。这是圣锈丝线，唯有祭司司月在炼制圣物时才能使用，由蝶云专门保管。这丝线上沾满了阴冷邪气，我猜秀女的死就跟这被污染的圣锈丝线有关。阿岛，你怎么了？寨主，江姑娘，我今早用了心里的圣锈丝线绣活，没一会儿就感觉头晕乏累，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。你也用了那丝线？是，寨里好几个姐妹也是用这丝线，不知怎的就浑身乏力。快来坐。别担心啊，我把你身上的邪气给去除掉。龙沙的感知竟如此敏锐，面对险境时沉着冷静，这份心性与能力，才是云溪寨等待已久的真正的思源。啊，寨主，这圣锈丝线只有白姑娘能随意接触吗？是的，但是也并不能说明是她。如果真要是她的话，那这丝线的有些指向也太明确了。我们还是得想个法子，赶紧找出这个幕后真凶。你遇事不要那么冲动，你这凡事都得顾自己危险啊！怎么说话跟我奶奶一个语气啊？明日白蝶云会在祭祀广场举行祈福仪式，这是寨中大事，你也一同去吧，或许能找到点线索。好啊，正好想看看你们的祈福仪式是怎么样的。秀女惨死，邪祟作祟，今日便由代理司月白蝶云举行祈福仪式，驱散邪祟，保寨民平安。
这人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不知道啊，怎么回事？肯定是出事了。4月兴许是太过劳累，今天的祈福仪式改日再举行吧。寨民们，先散了吧。白头发，竟然有白头发！我不能老，寿风哥哥喜欢年轻漂亮的，我要是老了，就更得不到他的心了。江冷沙，若不是你使了什么手段，把寨主的魂都勾走了，我一定要让你身败名裂！寨主，你有没有觉得白蝶云很漂亮啊？我虽愚钝，但也吃你这道这送命题，我不打。哎呀，我是说，你有没有觉得她漂亮的有点不像话了？咱们寨子里的秀女，因为劳累、邪祟，个个面色憔悴的，只有她容光焕发的，透着一股邪气。而且她那天从四月阁出来之后，就变得更加光彩照人了。如果能让我在她身上施展云灵绣心的话，说不定立刻让她现出原形。别乱来，她再怎么说也是代理四月。不过你观察得很仔细，看来这四月阁还藏着不少的秘密。那我们怎么办啊？就看着她装神弄鬼啊？不急。江陇沙，你给我出来！别云，你在干什么？江陇沙在寨主府私藏邪物，污染圣秀丝线，害秀女惨死。今日我就要替寨民们来讨一个公道，给我搜！胡闹！你无凭无据，怎敢随意让人搜查我客人的住处？寨主，事到如今，你还要护着她吗？秀女死得蹊跷，再这样下去，整个云栖寨都会被她连累。今日就算你拦着，我们也要进去找证据。对，找证据，对，找证据。好，我们要去找证据。走，去找证据。走。当真要如此？白姑娘，找到了，真的有血丝。大家看，这就是证据，这是被污染的圣秀丝线，秀女就是被这个害死的，她就是个灾星。原来真的是江龙山搞的，
快把他抓起来，给死去的秀女偿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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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好点，别留下痕迹。是。偿命！偿命！偿命！我们走。唉。处死妖孽！处死妖孽！处死云奇寨！朔风寨主，这就是证据。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赶紧把江冷沙叫出来，给全寨人一个交代。哦，他不是在你那儿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你到底什么意思？就是你在我家，我在你家，双向奔赴的意思喽。字面意思。怎么回事？天哪！怎么回事？那邪气怎么跑到蝶云姑娘身上去了？对呀，她手里的丝线好像也有邪气，难道真的是她嫁祸江姑娘？白蝶云，现在人证物证俱在，邪气也已归主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这什么情况？朔风寨主，我这招将计就计怎么样？好得很。来，大家跟我来看看这里面是什么。走。这一世的你有一点不同，更聪明，更灵动，也更耀眼。只是不知道这样的你，结局会不会和上一世不一样？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秀女的头发吗？啊，你看，哇，是真的，没错，是啊，绝对是。小心！是赤炎蛊。赤炎蛊，这是邪术，邪术呀！白姑娘怎么会有这种邪术？就是啊，这只眼蛊是以少女的精气为原料，炼制后涂抹在身上，可保青春，容颜不老。啊？什么？这不是害人吗？我想白蝶云应该是抗拒衰老，渴望得到寨主的关注，才炼制这个只眼蛊。那名秀女是因为精气被稀释殆尽才离奇身亡的。把她揪出来，让她给死去的秀女偿命！对，偿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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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蝶云，你可知罪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炼赤炎蛊，我只想永葆青春，我只想你喜欢我，我不知道会害人性命，谁也不知道，如果不稀释少女的精气，我就会变老，我不要变老！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，如果不是你执念太深，怎么会落得这样的下场？我不甘心，朔风本该是我的，四月之吻也该是我的，江冷沙都是因为你，是你抢走了我的一切。一心也罢为你，是我执念系你心神，朔风，你只能是我的，谁也没有办法把你抢走。寨主，朔风，朔风，寨主，寨主。不！
龙沙，龙沙！不可能！我的情人谷这么轻易就被破解了，这怎么可能？将他严加看管，待龙沙醒来之后，我再做处置。是，来人，把他给我带走。快去，喊寨里的医婆来。是。玉婆，她怎么样？江姑娘是灵力透支过度，伤及了本源，身子虚得很，需要好好休养。我开服安神的方子，按时煎服吧。好，多谢玉婆。寨主无忧。都怪我没保护好你，让你受了这么大的苦。寨主，白蝶云被关在了偏房，寨民们群情激愤，说要按寨规处死他。还有大祭司那边派人来传话，说要严惩白蝶云，以平民愤。先将白蝶云看押起来，不许任何人靠近。待龙沙醒来之后，再一起寻得处置之法。去。是，属下这就去安排。龙沙，你醒了，你感觉怎么样？这身体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你一直守着我呀？啊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好多了，头不晕了，也有力气了。你现在灵力还不够强，以后不要逞强。你现在不是自己一个人了，凡事都有我啊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都听你的。那你好好休息，我去让侍女帮你把汤药给端过来。喝完之后再睡会儿。哎呀，丫头啊，奶奶快撑不住了，浑身都没有力气，好虚啊！奶奶，是不是因为我受伤，灵力透支，影响到你了？都怪我，不该逞强的。哦，这倒跟你没关系，年纪大了，昨晚啊打了个通宵麻将，好虚呀！浑身都没力气，感觉灵魂都要出窍了。奶奶，你本来就是灵魂啊！不过那个白蝶云比我想象的强多了，是我轻敌了。哦，傻丫头，
不必懊悔啊。每个人心中啊都有痴念，这白蝶云的痴念啊是思月之位和债主的青睐，这份痴念让他变强，也让他失去了本性。你呀，只需守住自己，不必苛责自己。希望他能早日明白这个道理，不要再执迷不悟了，不然这样害了他自己，也害了别人。看来你灵力恢复的差不多了，甚至比之前精进了不少。天赋异禀，说的就是我。等等，好重的杀气，是从偏房那边传过来。那是有什么人吗？不好，我把白蝶云关在了偏房。走。住手！白蝶云，看来你的背后还有人。如果你真的是被利用的，你就说出真相，债主或许会对你从轻发落。原来是你这个妖女害了孩子们，还我女儿性命！我只想留住我的美貌，让债主多看我一眼。到头来都没了。大家冷静！白蝶云残害童族，袭人精气，按理已当处死，但这里有祖上的规矩，童族血脉不能轻杀，极刑只会让怨气缠债，反而会害了大家。债主不能轻易饶了他，得让他付出代价。付出代价！阿碧我已经救下了，现在性命无忧。其他被吸了精气的少女，我会用云灵秀心之力慢慢滋养她们。至于白蝶云，她滥用邪术祸害人，如今容貌尽毁，众叛亲离，早就得到了她应有的惩罚。把白蝶云逐出云栖寨，永世不得踏回寨门半步。是。来人，把他给我带走。暮色起，看天边斜阳，恍惚想起你的脸庞，毕竟回想，难免徒增感伤，轻叹息我们那些好时光。夜未央，繁星落眼眶，抵不过彷徨。那我想要的，一开始就得到了。我那么丑了，为什么还要给我花？美貌只是皮囊，我记得你小时候不是这样的，你会给路边的乞丐分食物。但迷路的小孩找家很是温柔，你只是一时糊涂，太过迷恋债主，放下就好了。无忧，痴念害人啊！为了不属于自己的感情，为了不属于自己的美貌，执念太深，终究是害了自己，也害了别人。哟，这小伙子倒抢起我的台词来了。丫头啊，
这收集到第2枚碎片啊，总算没白费功夫啊。我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，已经是个废人了，你还来找我干什么？是你，大祭司，怎么会是你？本来我把驻颜术传给你，是想借你的手搅乱寨子，除掉江老杀那个碍事的思月，没想到你这么没用，连个男人都留不住，还把自己搞成了这副样子，枉费我的一番布局。你是大祭司，你受寨子所有人的敬重，你应该守护这个寨子啊，为什么要与寨子为敌？哼，有些事情你不需要知道，有些秘密只有死人才能守住。哼！明明是你调错了线的颜色，这绣品毁了，你赔得起吗？胡说八道！是你自己看不清花样，还怨我颜色。小心！这个怨念之力好重，这是拆碎片要出现的征兆。寨主，思月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山下的阿壮把他亲大哥杀了。什么？走，快去看看。阿壮，你大哥与你血脉相连，你为何要置他于此地？他该杀！谁让他觊觎我的女人？他看他的眼神都不对劲，他就是要抢我的媳妇儿！冤枉啊！寨主，大祭司，我跟大哥真的没有什么，刚刚只是在路口遇到，说了2句家常话，根本没有他说的那些事。你还在狡辩！我亲眼看到你们2个眉来眼去，我要杀了他，杀了他！寨主思月，这2天寨里不对劲的事不止这一件。前2天西边的李家因为地界纠纷，儿子差点把老子打了，还有南边的张家兄弟俩因为一碗粥吵着要分家，大家戾气重的吓人，不知道怎么了。龙莎，这是我母亲留下的银镯，内蕴含着山神之力，能够温养你的云灵修心。再者，如果你遇到危险，我能够第一时间感应到。来，给我啊！带着它，我才能放心。自从你来到寨子之后，就风波不断，我不想再看到你有任何危险，哪怕一丝一毫，我都承受不起。我定然要拼尽全力护你周全。我不想再看到你受任何伤害。龙莎，你带上它，我才能放心。我怎么觉得这个画面很熟悉啊？这寨子好像跟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思月无恙。子莲，在。你立刻带人守在各街巷，遇到被戾气毒控制的族人，立刻带来寨主府，让他们接受4月的净化，切勿伤人。
务必要稳住局面，不许再出乱子。无忧。4月无忧。哎呀，累死了！要是能做个 SPA 就好了。3000年了，每次都功亏一篑。这一世筹码在握，可我依旧怕输，怕再一次重蹈覆辙。昨晚累死我了。债主，其实我也喜欢你很久了，你真的选我不选江龙沙吗？债主，其实我也喜欢你很久了，你真的选我不选江龙沙吗？当然，你年轻漂亮，不像他，就是个老斑鸠。哎，我才15，你说我是老斑鸠？你要是喜欢他，你们俩去过吧，别来烦我。哎，龙沙，龙沙，他怎么了？债主，我不就问你一句中午吃什么，不至于吧？老斑鸠，老斑鸠，我才25岁，朔风你这个没长眼的，真瞎了眼了！江姑娘早上好。早什么早？太阳都晒屁股了，还好意思说早上好？开那么好看给谁看啊？整天花枝招展的，就知道勾引别人，不要脸！病吧？怎么这样啊？走，快走！对不起，江姑娘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干什么？你没长眼睛啊你！扫地都扫我身上来，收拾摆设吗？赶紧去晃一晃，看脑子里装的是不是大蒜？什么破地方！快走！好吃的没有，好玩的没有，连 WiFi 都没有。你奶奶，你这大白天出来吓人啊！丫头，你不对劲儿啊！一看你这面相，歪嘴斜眉，定是被邪祟缠上了。天哪，我怎么变这样了？总算恢复正常了。这戾气散阴毒得很，乱人心神。还好你中得不深，再加上朔风送你的银镯运着山神之力，替你挡了大半力气，才没让你彻底失了心智。还好没闯出什么大祸来。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在找出这戾气的源头，不然寨民们可就遭殃了。完了，我早上还打了朔风一巴掌，他不会生气吧？龙沙，我和紫莲在外面奔波了一天，发现是寨里的主井水被人投了戾气散，一定是喝了井水才会心神失控。主井？对，寨民们都喝那口井的水，快带我去！哎，等等，你才刚缓过来，那边戾气重，别再受影响了。不行，既然我现在是4月，我就不能让寨民们的水源出问题。走，现在就去。丫头长大了，有责任感啊。
水井里弥漫着一股浓郁的黑色戾气，井底沉着一个密封的瓷瓶，里边装的应该就是戾气散。我来。寨主，寨主，好重的戾气！戾气散有剧毒，灵力越高伤害越大。我来。这就是戾气散。这次是解决了，那下次呢？朔风，我们太被动了，要主动出击，找出幕后之人。对，司令，你暗地将这个水源换成山后的泉水，切勿声张，一定要保护好寨中的老弱。是，去吧。我觉得我们下一步……可是，龙莎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的时间不多。江龙莎，你干什么？这是我娘留给我的瓷器，是她唯一的遗物，很珍贵。瓷器就是瓷器，破石头做的，有什么珍贵的？这破屋子也破，什么都破，看着都心烦。龙莎，你怎么了？放开我，我要离开这戾气也太重了。这四月的脾气可真高，前几天还在帮忙净化戾气，今天竟然把寨主娘亲的遗物摔了。是啊，寨主最近为了寨里的事劳心劳神的，还胡闹。继续监视，我还以为他们有多大的能耐，不过如此。一个被戾气扰乱了心智，一个被情所困，心力交瘁。我看这云栖寨终究还是我的。这里没有。这他不是，不是，你看这个。找到了，你看，古籍上说，清障散能解戾气侵体的毒性，还能不伤害龙沙的灵力。寨主，可这清障散特别难炼制，现在整个寨子里，应该就祭司院还有一颗。不管有多么难，只要能救龙沙，我就都要试试。好，走。大祭司，开门啊！大祭司，大祭司是不是没在啊？我求你，救救龙沙！我求你将清障伞赐给我，救救龙沙。清障伞是山神赐的圣药，专门用来祭天的。私自动用会触怒山神祸及求债，不能答应。寨主还是想想其他办法。可龙沙他不能再等了，有确实不该给他起。只要大祭司愿意把药给我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寨主，寨主，寨主。我朔风今日卸下寨主的身份，只求大祭司能念在寨民的情分，将清障伞赐给我，救龙沙一命。寨主为了一个女子，连身段都不要了。对呀，而且现在寨子里的戾气还没散呢。他倒好，为了这个私怨，眼里哪里还有我们这些寨民啊？
青杖伞我可以给你，除非……若风，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寨里的戾气还没消除干净，你却整天被情所困。如果你再执迷不悟，失去了寨民们对你的信任，云栖寨早晚要生出大乱。你还没说要怎样才肯把药给我？今日我来只为给你一个选择，要么放弃江龙，从事你寨主的职责，护好寨民们的安全；要么卸去寨主之位，守着你的私月，从此不再过问寨中的任何事情。二选一。我卸去寨主之位，有你3代，我只求你一件事，能护住这寨中的所有百姓，勿要为难龙沙。还有一件事，你从今天开始必须搬出寨主府。要。你放心，我会守护好云栖寨，护好寨中的百姓。龙沙，眼下就只能住在这里，暂时就先委屈你了。点都不委屈啊，这里好漂亮啊！不过我怎么觉得这里的一切都很熟悉啊，好像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。因为这就是你的母亲，前任4月灵犀曾居住的地方。或许，这就是你与云栖寨的缘分。这次，我把寨主之位让给了大祭司，他以为心愿得偿，应该暂时会对我们放松警惕。我已经让紫莲去暗中观察他的一举一动，有什么消息都会立刻传回来。不过我很好奇，你们当初怎么就选了一个这么偏执的人当大祭司啊？他现在满心都是权力，根本就不顾寨民的安危。这是我爹，也就是当年的老寨主，他亲自选定的。他说阿奇年幼时虽身世坎坷，却心思缜密，对祭祀之礼极具天赋，且性子沉稳，能沉得下心来研究古籍秘法，本是做祭司的最佳选项。老寨主当年一直都对他悉心教导，谁知道他竟然会被权力和嫉妒给蒙蔽心智，变得越来越偏执，也彻底的偏离了初心。难为你了。山神庇佑，涤荡戾气，护我云栖，岁岁安宁。山神赐福，寨民和乐，邪祟尽散，天地清明。礼成。
怎么回事？奶奶，奶奶，你快出来！奶奶，奶奶，完了！龙少，怎么了？朔风，我的灵力突然没了，云灵秀星完全用不了。我已经查过了，阿奇在这间屋子动了手脚，设下了结界，来专门压制我们的灵力。不行，我不信邪，我得再试一次，万一能突破这结界呢？龙少，我娘娘给我的手串。朔风，你看，这里面藏着有东西。这是前任4月灵犀的手札。龙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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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灵犀，把鬼碎纸给我，这是我的。阿姐，你修炼邪术一定会遭山神报应的。灵犀，灵犀！照顾好龙少。灵犀，灵犀！哈哈哈！原来我妈是被阿奇害死的，原来是他害我成了孤儿。不会的，你现在有我了。老寨主啊，我来看你了。老寨主啊，老寨主，当年你把我从深山里捡回来的时候，口口声声说视我为己出，教我祭祀之礼，如今让我为寨子操劳半生，可你却说我绝不可能继承山神之力，永远只能做他的副手。现在朔风退位了，这云栖寨寨主的位置非我允许。当初你处处瞧不上我，觉得我不行，现在你看，你后悔了哼，吧？我教你的话，你全当耳旁风。你只能做好你祭祀的本分。寨主之位，从来都不是你妄想的东西。你趁早死了这条心。哼！大祭司，哦不，寨主，接任大印的仪式快开始了，寨民们都在广场候着了。我们先去广场和紫莲他们会合。什么人？龙沙小姐。
嘿，看我老太太的！嘿嘿嘿，丫头，你看奶奶厉害吧？这破结界也就压制你们实体，对我这灵体可没用。奶奶，奶奶，这里还有其他人吗？啊，我忘了你看不到了。这个是我奶奶，她一直是我的守护灵，她是个特别漂亮、特别可爱的老太太。哦。丫头，小心！陆莎，奶奶，陆莎，奶奶，陆莎，奶奶，奶奶，丫头，别哭，奶奶本就是江家四月的执念化形，早就死过一次，你现在已经能独当一面，往后也要好好照顾自己。奶奶，奶奶，陆莎，我知道现在不是伤心的时候，我们走吧。阿奇的接任大典就快开始了。今日吉时已到，有大祭司阿奇接任云栖寨寨主之位，执掌寨中大小事务，护全寨安宁，受山神庇佑，寨民同心，共守云栖。当年老寨主把我从深山中捡回来，养育成人。数十年来，老寨主教我祭祀之礼，操持云栖寨大小事务，从没有半点懈怠。如今继承寨主之位，我必当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守护好寨中的平安。生我养我的土地，也守护好寨中的每一位乡亲。安着，这寨主之位，他不配坐。哼，朔风，你已卸任寨主之位，还在这胡说八道什么？扰乱大典！大家看清楚，这方绣帕是前任司月灵犀留下的贴身东西，上面流着的血是他被害时留下来的，上面还沾着阿奇的邪术气息。这些手记是灵犀的笔记，上面明明白白的写了阿奇偷偷练邪术，想要篡改骨骼绣卷的阴谋。这些药渣是他偷偷放到寨子主井里的戾气散，这些戾气散让大家最近很容易暴躁。还有前段时间寨子发生的所有事情，从阿木被邪术控制，到秀女莫名其妙的死掉，全是他背后的人搞的鬼。什么？真的假的？会吧？大祭司怎么会做这种事？这是！天哪！这是他呀！怎么能干这种事？还真是他干的！原来真的是他！你是杀人凶手！杀人凶手！他杀了思月！杀了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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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没错，灵犀就是你杀的。你，可那又如何？
这寨主之位本来就是我的。没错，灵犀就是我杀的。你，可那又如何？这寨主之位本来就是我的。那年，我被老寨主从深山雪堆里捡回来，我又冷又饿，是他给我一口热饭，我以为我终于有家了。孩子，别怕，以后这儿就是你的家，有我在，不会有人欺负你。家，阿奇哥哥，快跑！我们去抓小兔子。好，抓紧了。我一定要学好，我要守好寨子，要挺直站稳，帮朔风弟弟撑起这片天，做最厉害的祭司。我为寨子做了这么多，把这当做自己的根，把朔风和寨主当做我自己的亲人。可我得到了什么？阿奇他体质特殊，天生就是挡灾命。当年我捡他回来，就是为了护朔风周全，他绝不可能继承山神之力。这辈子，他永远只能做朔风的副手。灵犀，把骨骼秀具给我，这是我的。阿奇，你修炼邪术一定会遭山神报应的。灵犀，把骨骼秀卷给我，我只需要在里面加上一句我是天选之子的预言，让寨民们认可我，这就够了。阿奇，你别妄想了，这骨骼秀卷是我云栖寨圣物，藏着山神之力的秘药，怎么可能让你随意篡改？你已经被执念蒙蔽了心智，我劝你还是早点回头是岸。我就这么装，我是想得到你和寨主的一点点关注和重视，哪怕是一句认可也好啊。可在你们心里，我永远都是那个捡来的孩子。在你们心里，我什么都不是。阿奇，我一直都把你当做亲哥哥，你为寨里做的一切，我都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。我从来都没有把你当做什么挡灾的棋子，你为什么要变成现在这样？兄弟，在你出生的那一刻开始，我们就不是兄弟了。你出生便拥有了一切，山神之力、寨主之位、老寨主的偏心，而我呢，只不过是你的垫脚石，你挡灾的工具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做个了断。快！拖死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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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抓得住我，却杀不了我。我的胭脂碎片藏在心里，除非我放下执念，方可化解。否则，你将永远无法激起贪嗔痴三枚碎片。到时候，云栖寨将陷入无尽的轮回当中。到了每年腊月30，都将重复着痛苦的一年。时空轮回。是啊，如果没有胭脂碎片，我们就觉醒不了云灵修心，这轮回也永远无法打破。处死他！处死他！肃静！阿奇罪大恶极，我岂会不知？但寨有明规，同族血脉不轻杀。况且他身上还藏着关乎云栖寨的生死大秘，断然不能贸然处置。今日暂且将他关到禁地静心洞，待寻得破解之法，定然给全寨一个交代。
也有一定的道理。债主悠悠，子莲在。带走。是。来人，带走。朔风，从一开始你就对我百般信任，拼尽全力护我。每当我身陷险境，你都能恰到好处的出现，就连我的现代思想随口说出的话，你都没有一点疑惑。这一切都是因为你早就什么都知道了，对不对？是啊，龙沙。云栖寨被困在了时间轮回里3000年，每年腊月30子时，所有寨民的记忆都会被清理，重新开始这一世。龙沙，你带上它，我才能放心。龙沙，龙沙，龙沙，龙沙！而我因继承了纯正的山神之力，成了这轮回中唯一的例外。3000年，每一次的悲欢离合，每一次的生死离别，我都记得清清楚楚。所以，从火刑架上见到你的那一刻，我的心里是又痛又怕。我怕这一世依旧是重蹈覆辙，但是我又奢望着你是打破这一切的希望。这份煎熬，我熬了整整3000年。每一世灵犀的女儿，都会莫名的坠入寨中，有的刚落地就被当成妖女处置，有的熬到了觉醒灵力，却还是逃不过邪术暗算，戾气吞噬，最终都落得了惨死的下场。我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悲剧一次又一次。明明拥有山神之力，却因为属性是守护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什么都做不了。3000年，岁岁年年，每次的结局都一样。所以从火刑架上看到你的那一刻，我就认出来了，你是这一世灵犀的女儿，也是我等了这3000年唯一看到的希望。我就发誓，这一世我绝对不能再重蹈覆辙，一定要护着你，一定要打破这该死的轮回。哪怕付出这寨主之位，哪怕被所有的寨民误解、唾沫，我都不在乎。所以，我才会对你的一切都了然于心。在你每一次遇到危险的时候，及时出现，因为我不敢赌，我也赌不起。舒风，对不起，让你一个人扛了这么久。能等到你，我就很知足了。无论多难，我都要跟你一起打破轮回，守护云栖寨，也守护彼此。阿奇的执念再深，也总有化解的办法。我们一定能让他放下过去的怨怼，集齐最后一枚胭脂碎片，彻底打破这3000年的轮回。
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会一直陪着你。走。别白费力气了，你那点灵力对我一点用都没有，你们拿我一点办法都没有。阿奇，人的执念就是自己的心魔，你这么多年守着自己的不甘和嫉妒，整天活在怨恨里，就是自己折磨自己。放下吧，这不光是为了云栖寨的百姓们，也是为了你自己能解脱啊。阿奇，我也从来都没有把你当作是倒栽的棋子，你永远都是我的亲哥哥。那小时候不管是我去了险，还是闯了祸，那都是你在护着我。阿奇，只要你肯放下这些执念，我们还是可以像小时候一样，一起守着云栖寨，守着寨里的所有人。哼，惺惺作态，你们装什么好人呢？说到底，不就是为了我身上的针织碎片，活了的破轮回吗？我告诉你们，就算我耗死在这静心楼里，就算我魂飞魄散，你们也不会如愿。腊月30马上就要到了，你们就等着吧。到时候轮回重启，我便会再活一次。到时候整个云栖寨就又是我的了。你，如果轮回真的重启，你记得这些所有的事情，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能破局啊？我们从来都没有集齐过第3枚碎片，这后面发生的事情，我也不知道。贪碎片主感应，吃碎片主进化，两种力量要顺着自己的灵力脉络相融，而非强行叠加。心要静，力要柔。可就算我能更好的融合双碎二力，能顺利的解开阿奇的执念吗？我到现在还召唤不出奶奶，愁死我了。这腊月30越来越近，天后一线征兆，这轮回的气息越来越重，可阿奇的执念却一点都没消。那些古籍里只说，执念由心生，唯有自解，旁人难助。难道真的只能等阿奇自己想通？可他被关在静心房，满心都是怨怼，只怕不越陷越深。寨主无恙，思月无忧。寨主，思月，近来见二位忧心忡忡的样子，大家都看在眼里。如今寨子安定，都是托二位的福，我们也没什么能做的，这点东西略表心意。是啊，寨主。将来无论发生什么，我们全寨人都会跟着2位一起并肩作战，我们云栖寨一定会越来越好的。对，越来越好的。多谢各位，我与思月
定然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。力道再远一点，上2种力量，顺着灵力脉络自然缠合，不用刻意发育。我感觉顺畅多了，就是还得再熟练一下。寨主，思月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静心楼的山神屏障被硬生生冲破了，阿奇不见了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啊！山神屏障是用纯正的山神之力布下的，专门用来压制邪祟，怎么可能被轻易冲破？看来我们低估了他的嗔念。走，立刻去静心坊，晚了怕是要出天大的乱子。是。陆神跟我们说说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。我见到安利去巡查，远远就看到静心坊方向有黑气飘着，我跑过去一看，发现屏障已经碎成光点了，就连洞口的守卫也被打晕在地。走。没事吧？好浓的嗔胎黑气啊，残留的气息又凶又烈。想不到阿奇的怨念已经严重到这种地步了，不靠外力，单凭一己执念，便能硬扛山神之力，硬生生的冲破了屏障。他这是彻底被执念吞噬了，连理智都丢了。紫菱在，立刻带人在全寨分头寻找阿奇的踪迹，一旦发现他的踪迹，传信给我，切勿硬拼，也一定要保护好寨民的安全。是，属下这就去调集人手，分头搜查，绝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。他带着骨骼修卷，又被嗔念影响，他是要做极端的想法。这是我所担心的。寨主，思月，寨中所有能去的地方都搜遍了，绣坊、花圃，还有后山破庙，甚至连寨民家的柴房和地窖都搜过了，连阿奇的一点痕迹都没有，他就像凭空消失了一样。这不可能，阿奇之前被山神之力重创，灵力损耗严重，又受了重伤，断然走不远。到底去了哪里？难道还有我们遗漏的地方？我知道了，是不是有什么线索啊？我们之前都想错了，阿奇的执念从来都不是什么寨主之位，也不是什么山神之力，他这辈子钻牛角尖，争的、闹的、抢的，根源都在老寨主身上。老寨主？对，他最想要的不过就是老寨主的一句认可而已，一份平等的对待。现在他走投无路了，最有可能去的就是跟老寨主最相关，对他来说最特殊的地方。是祭司院，那个老寨主亲自选址、亲自规划修建的，那里的每一处都符合他的心意，对他来说意义非凡，他一定在那。而且骨骼秀娟现在在他手上，神念又达到了顶点，如今走投无路，定然会孤注一掷。他的邪术恐怕是要练到大成了，我们必须立即阻止他。属下这就带人跟您过去，再次彻查。走走。骨骼秀卷的秘密，我早就知道了。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护寨圣物，而是可以打破时空界限、穿梭过去未来的密钥。老寨主当年藏着掖着，到头来还不是落到了我的手里。这是七情噬魂阵，一人的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为引，再结合邪术与骨骼秀卷，他竟然是想以七情之力来掌控时空轮回。你们还是找来了，不过晚了一步。阵法一旦开启，所有人都没办法阻止我。陆少，
阿启，你醒醒！这邪阵它逆天而行，强行干预时空，只会让云栖寨万劫不复。往时候时空崩塌，所有的寨民都会化为灰飞。就算掌控了轮回，不过是一座毫无生气的空城，这难道就是你想要的吗？空城又如何？只要是我的便够了。老寨主当年偏心于你，现在寨民也轻视你，我受够了做别人的垫脚石。今天我就要改变一切，所有人都将臣服于我。子烈，寨主，这还岂有腐蚀境，根本碰不得。好，让白烈火灼烧。不行，这阵法被古怪绣卷的力量层层加持了，邪力太深，我的绣线根本破不了。不能再让他继续了，这七情一旦激起，这后果就不堪设想了。阿启，为什么最后一刀亮不起来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我想要的不过是一句认可，是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，凭什么连这个愿望都不能满足我？阿启，因为在你的心中，早就已经被怨怼、嫉妒和不甘填满，日积月累，早就没有了一丝的爱与温暖。爱，不是靠外力去强行催动的，是得靠内心的羁绊。你连自己都不爱了，又怎么能点亮这代表爱的引线呢？既然得不到，那我就把它斗回了。我不好过，你们就要跟我同归于尽。阿启，我的孩子，你本是我年轻时遗落在外的亲生子，当年找到你，我是又喜又怕。喜的是父子重逢，怕的是寨规森严，当众认亲会让你卷入无尽的纷争。你的天赋更适合钻研祭祀之礼，而非卷入寨主之位的争锋。那不是福分，是祸端。当年我对你说的挡灾命的话，也是护你周全，怕你被有心人利用，更怕你被寨主之位压垮。我从未将你当作挡灾的棋子，这些年我看着你苦心学习，心里既骄傲又心疼。我对你的爱，从未比对朔风少过1分半毫，这你怎么就看不到呢？你非要把那个深山里捡来的野种带进府里来。朔风是寨中名正言顺的继承人，你让他住进来，是让他抢朔风的寨主之位，乱了云栖寨的根基吗？夫人，我必须带他回来。哪有什么不行的？一个野种，哪能让你这么上心？你眼里还有朔风，还有我们这个家吗？阿启他体质特殊，天生就是挡灾命。当年我捡他回来，就是为了护朔风周全。他呀，不可能继承山神之力。他呀，永远只能做朔风的副手。我教你的话，你全当耳旁风。你只能做好你祭祀的本分。寨主之位，从来都不是你妄想的东西。你趁早死了这条心。哼！回去好好反省。爹，
为什么打阿奇呢？山神之力是我教他的。他承受不住山神之力的力量，这力量太过刚猛。他体质特殊，若勉强去学，只会伤及心脉，最后暴毙而亡。我今天打得狠，就是要断了他的念想，让他守好祭司的本分，不碰不属于他的东西。唯有这样，他才能平平安安地活在云栖寨里。那阿奇哥哥以后不会再挨骂了吧？我以后不会教他山神之力了。但愿这样吧，希望他能懂得我的苦心。苦心？这些年的打骂、教育，难道都是假的？他从来就没有把我当成过挡灾的工具。你没有了爱，这阵法你已经无法开启了。阿奇，回头吧。不可能！你们怎么会骗我这么多年？难道这些年我一直都做错了吗？我教你护寨操劳，本盼你守初心，安稳度日。可你被不甘和嫉妒蒙了心，练邪术，杀灵犀，扰乱寨子，布邪阵，控轮回。你所做的这些事，让我痛心疾首。藏在我心里的那份父爱，被你的执念一点点的磨灭，直到最后全剩满心的失望，终究是你的结节。爹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他真正在意的，从来都不是寨主之位，是老寨主的关心，是那份从来没有被珍惜的父爱。嗔是不甘与嫉妒的火焰，烧尽他人，也焚尽自己。3枚碎片全部齐了，熏灵秀心已经完全觉醒了。娘，这次我一定能打破轮回，守护好云栖寨。这云灵锦绣衣是破解轮回的关键，得用最纯的灵力来织就，不能有半分差错。稍有不慎，不仅破不了轮回，还会反噬自身，连累整个云栖寨。别急，龙沙，我替你守着，没人会打扰你。我知道你想保护寨子，打破这轮回，但是你也别把自己逼得太紧，这个灵力损耗太甚，对你不好啊。哪怕再多等几时，我们也能稳住。还剩3天呢，也不知道来不来得及。这3000年的轮回，就只差这最后一步了，我绝不能出错。
绝对不能让母亲白白牺牲，不能辜负大家的期待啊！这什么情况？到底能不能行？这半天没动静。大家稳住！要相信寨主和思月一定能够彻底打破轮回，还我们云栖寨永世安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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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定会的。思月和寨主那么努力，我们一定会摆脱这轮回之苦的。哇！快看，这是这是什么呀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啊！寨主，思月，寨主，思月，我们知道了。寨主无忧，思月无忧。多谢寨主，多谢思月，多谢二位救了云栖寨，救了我们所有人。以后再也没有轮回之苦，再也没有人惨死了。多谢寨主，多谢思月，无忧，无忧，无忧。哇！我们终于做到了，3000年的执念终于了了。是啊，我终于做到了，云栖寨终于安稳了。我是不是也该回去了？这里的一切都尘埃落定，可我回去了，又会错过什么呢？啊，这是什么？成功了，我的好丫头，奶奶为你骄傲。现在时空之门已开，你可以回到属于你的世界，过你该过的生活。这里发生的一切就当作是一场梦，也可以留下做你的思月，与朔风一起守护云栖寨，生生世世平平安安。一边是生我养我的现代，有我熟悉的一切，是我长大的地方；一边藏着我的牵挂，有我放不下的人，有我该承担的责任。快看，那到底是什么呀？我到底该怎么选？无论你选哪条路，我都懂。思月，你不会要走吧？思月，哇，你看，思月不会走了。我不走了，这里有你，有乡亲们，有妈妈的牵挂，有我放不下的一切。这里就是我的家，我想陪着你，陪着大家，一起守护云栖寨这来之不易的安稳。太好了，思月不走了，思月不走了，太好了，思月不用走了，不用分开了。龙莎，谢谢你，谢谢你选择留下来，给了我一个完整的家。祝寨主和思月岁岁平安，一生相守，无忧无忧。娘留下的这些秘籍里有好多失传的古法针法，再加上我在现代学习的改良技法，再把大家口口相传的口诀写上去，编成册子，这样以后学习云锦的人就有点可依了，不用再像以前那样全靠老一辈口传心授，生怕哪一步记错了漏记了。我已经让紫莲去安排木匠，把这些手册都刻成木板，再印上个几十本，在绣坊和往后的刺绣学堂里各放一本，手艺就不会失传了。哦，这绣坊里的老绣娘们也都说了，等册子做好就轮流到学堂里面去授课，
把这一身的本事都交给寨里的孩子们。啊，好啊。哎，那我给他起个名字。怎么样？这本册子呢，以后既记古法，也录新技，让咱们云栖寨的云锦一代一代的传下去。不仅要守得住手艺，还要让大家知道咱们云栖寨云锦的好。都听你的，不管是刺绣学堂，还是云锦传承，我都会陪着你。在等着一切都安顿好之后，我们再办一场云锦赛，让全寨人都好好看看云栖寨的手艺到底有多好。好啊，那到时候我要亲自绣一件最华丽的云锦披帛，作为咱们宴会上的展品，也算是告慰我娘的在天之灵了。要学好祭祀之礼，练好本事，成为大祭司，成为朔风好副手，要护着寨民，不能偷懒，不能犯错。哼！大哥，我来看望你。大哥？谁是你大哥啊？我只有朔风一个弟弟。朔风？朔风是谁？我又是谁？哼，算了，不管了，练好本事，学好祭祀之礼。也许失忆对他来说是好事的。咱们云栖寨的云锦针法是独一份的精湛，可千百年来只守着祭祀的纹样太单一了。好的手艺不该只藏在深山里，更该融进日子里。四月，祖宗传下来的祭祀纹样改了，怕是不合规矩吧？来，大家看。规矩守的是手艺，不是墨守成规。针法还是咱们的古法，只是在纹样和用途上变一变，既留着古雅的味道，又能符合当下的眼光。咱们云栖寨的云锦啊，既能祭山神，还能穿在身上，摆在屋里，这才是把手艺给传活了。龙沙的想法，我全力支持。寨里所有的绣女们都跟着他学，所有的丝线、布料、府里都会全权供应。大家只管放心学，放心做。大家跟着我慢慢练，从纹样搭配开始，慢慢学都能学会。龙沙，3000年轮回，我等的唯有你。余生，我愿以寨主之位，山神之力，护你一生周全，护云栖寨万年平安。你可愿叫我为妻，与我共治云栖，云锦传承，相守一生。我愿意。从今往后，山魂为界，发妻同谋，同仇忧心。阿父无忧。
丫头，奶奶来跟你道个别。轮回已破，戾气消散，你娘的心愿了了，你也找到能相守一生的人，奶奶再无牵挂，该功成身退去陪你娘啦。奶奶，你要走了吗？傻丫头，看着你安稳幸福，云栖寨平安无事，奶奶就放心啦。我舍不得你啊。奶奶也舍不得你呀。但你过得好，就是奶奶最大的心愿。你娘在天有灵，看到你如今的模样，也会安心的。寿峰是个好孩子，对你真心，又能护着你。往后啊，你们好好相守，互敬互爱，把云锦手艺传下去，把云栖寨守好，就是对奶奶、对你娘最好的交代。奶奶，我会和寿峰好好的，不会辜负你和我娘对我的期待的。龙莎，我此生定不会负你，必与你白头偕老，生死相随。你，我信。谁？我去看看。100年之期将至，骨骼绣卷封印渐松，上古邪祟将行，速寻时之缩，方可修复封印，固我云栖。骨骼绣卷是我们云栖寨的圣物，更是打破轮回的关键。其封印松动，代表着云栖寨将再次面临灭顶之灾。这是来自100年后的求救信。那时之所又是什么？看来，故事还未结束。